一个人的条件就能让你很幸福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呀。93年的一个女生看了一个又一个男生的资料挑来选去的都不太满意。他不是太高了呢，就是人太瘦了不是工作不好呢，就是收入不够，不是房子太小呢，就是负担太重了，不是没眼缘，就是没感觉。总之呢，没有任何一项短板他是能接受的。我就很纳闷了我就问他，难道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你了你就能幸福了吗，姑娘？这个时候他才抬起头来，很茫然地说，我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才对所以呢，我只能从这些外在条件上来做一些判断。那我就跟他说一个女人，你找什么样的男人结婚才是对的呢？才能得到幸福呢？其实不是他的长相决定的，对不对？也不是他的财富决定的，对不对能决定你婚姻是否幸福的，一定是他这个人有没有责任心，是不是个有担当的人，人品好不好，事业心强不强，对你怎么样他的家庭观念如何，他的原生家庭是否和睦幸福，在你需要他陪伴的时候，他能不能在你身边，在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能不能帮你解决，在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他能不能安慰你，在你生病的时候，他能不能照顾你呢？在你失败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支持你，理解你？还有一点是最重要的，他的人品是否对你们的婚姻有忠诚度，他的教养能不能撑得起你们的生活中所有的摩擦？他是不是一个懂得去解决问题的人？一个能让你温柔的人一定给了你极大的爱；一个能让你沉默的人呢，一定给了你极大的伤害；一个能让你暴走的人一定让你受尽了委屈。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一个好的人生伴侣，他真的是可以减轻你人生当中一大半的危机。容颜是会衰老的财富呢也不是永恒的，只有一个人的本身他才能够真正带给你幸福。你要记住一句话，宁可不嫁也不要错嫁，宁可晚嫁也不可乱嫁，因为嫁错人比你不嫁人还要可怕。反正信不信由你你现在知不知道该怎么选了呢？春节期间真的有好几对分手的我也是服了。我一问他们才知道都是因为双方的家长见面方方面面没计划好，没安排好，话没说好，事没办好，最后谈了个不欢而散。有个姑娘的妈妈跟男方父母第一次见面，上来就各种夸自己的女儿有多优秀，还说对方男孩是哪辈子烧了高香修来的福气能娶到他的女儿。我的妈呀，还说那是人家祖坟上冒青烟了。总之话说的有多夸张就有多夸张，他家姑娘完全阻止不了他呀。最后搞得女儿很尴尬，男孩更尴尬，对方的父母呢一脸无语这天直接被他给聊死了。还有个姑娘的家长第一次见面没说跟对方聊聊家常拉拉感情一上来就开始说我们那个地方彩礼要多少钱，房产上要加上我女儿的名字婚事呢都讲究个什么什么，男方要负责什么什么弄得双方就跟两国谈判似的你说这个见面多尴尬吧那一谈钱不就没啥感情可谈了吗？让人家觉得你们这个家庭就这么现实弄得跟卖女儿似的，人家能不下头吗？我这里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家长第一次见面注意事项给你们避避雷吧，免得以后再踩坑了。第一，不要一上来就跟对方谈房谈车谈彩礼，打听收入和资产，因为谈钱真的伤感情。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喜欢你一张口就说钱的，虽然这是必经的一项，那也最好是放到最后再说。第二呢，见面前做好充足的准备，特别是男方的父母，你们是主动方嘛，提出邀请前计划好时间地点，买什么合适的见面礼物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安排好这次见面，千万不能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登门造访了。女方的父母虽然也是被动方，但也不能失了礼节，一样要准备见面礼，给自己的女儿撑撑门面长长脸，咱也要大大方方的。如果你家条件比男方家里好一些，千万不要表现出你有多优越第三，双方见面最好没有第三方加入只要双方父母和孩子参加就行了，千万别带什么七大姑八大姨来基本上会给你搅黄了。第四呢，一些小细节要注意比如这个时候孩子最好称呼对方的父母为叔叔阿姨，
双方家长称呼对方的某先生或者是职务称呼也行，不用一上来就亲家的啊，可能不太合适啊。穿着方面呢，尽量得体一些，正式一些，不要太随意了。买礼物不用太贵太好的，只要是贴心实用的啊，就会很得人心嘛。双方聊天的话题呢，最好也是轻松一些哈，以情感交流为主。第一次呢，主要是相互认识，表达对子女婚事的支持，细节呢可以放在后面谈，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谈条件啊，给对方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如果有不愉快的话题啊，孩子们最好是尽快出来调节一下，好吧啊？我希望看到这条视频的你呢，会有一些收获的，行吗？我的一个关于大龄剩女的视频哈，最近火了，但是也招来了一波不服气的哈，在评论区可劲儿的骂我，说什么的都有哈，说我身为女性攻击女性，说我在贬低女人，说我在搞性别对立，说我为了点流量拿他们说事儿。今天我就在这儿哈，不做任何的辩驳，但是我只想问一问你们讲这些话的人，我想问几个问题。第一，是谁谈恋爱要看男人的态度啊？男生怎么给你花钱是最权重的评判标准，但如果让女生花钱，那就是个下头男，你们承认这点不？导致现在很多的男人啊，非常反感谈钱的女人，这个不是我教你们的对吧？啊，如果一个男人跟你谈恋爱约会，他就算不给你 AA， 但凡他想稍微算计点，稍微抠点，你们都受不了。而你们自己可以不花钱，也可以没有啥态度，那到底是谁把你们当成了交换的标的呢？不是你们自己吗？这是事实，难道是我把你们说成这样的吗？难道是我把你们贬低成这样的吗？第二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好好看看评论区里男的都在说什么？如果现在有的女的，你的观念你的认知都是符合人道的，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那谁还会出来说你不对呢？你的所作所为所想都会得到大家的支持才对的。那为什么你的言行和思想就能引起那么多人的批判和嘲笑呢？一个成年人可以选择特立独行，但是如果你要入世，就要遵循入世的规则，不是吗？第三个问题，你是不是想结婚？不管多大的岁数，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不结婚。我从来没有批判过一个人不想结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既想结婚，又非要想入非非，年轻的时候没有把握好啊，没规划好，等到年龄大了，还想用自己的一把年纪啊，换取一个既优秀又年轻的男人。作为一个在婚恋市场混迹10来年的红娘大姐，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这件事情就是不可能，概率很小很小。我是不是又说到你的痛处了呢？那你可以继续骂我，但是又有什么用呢？你有这个功夫呀，你还不如去买2本书，好好提升一下自己的认知呢。作为一个成年人哈，尊重事实比你在这里抨击别人要成熟得多啊！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子呢？在相亲这件事情里，慢热的女生和主动的女生到底谁更吃香呢？29岁的北京男生哈，学历好，家境好，工作好，1.8米的个哈，属于比较抢手的那种男生。当时呢，他同时相了2个女生，觉得都不错，于是呢就分别跟这2个女生接触了2周多的时间。A 姑娘呢是典型的慢热型，回复信息呢都是2个小时起啊，约了2、3次她才愿意出来见面，从来不会主动发信息啊。几次约会消费完全是不掏钱的，她接受男生的礼物比较坦然，但没有任何的回馈。接送她上下班没有说过1次谢谢。男生问她大概谈多久觉得可以确定2个人的关系，姑娘说不一定啊，有感觉了就可以。所以啊，这么模棱两可的回答让男生很茫然了。最后男生解读为这个姑娘对自己应该是没有那个意思的。但是后来我问过这个 A 姑娘是不是不喜欢这个男生，她居然说不是挺喜欢这个男生的，主要是不想太主动了，怕自己掉价，让男生看清自己。谈恋爱嘛，女生不应该矜持一点吗？反正我也是无语了。那这个 B 姑娘真的就不同了她认识男生之后经常都会主动发信息给男生，偶尔呢还会主动约男生出来爬个山看个电影在约会消费方面她也是大大方方的从来不让男生负责全部的开销。他俩在一起呢是互送礼物而不是他单方面的只接受男生的礼物，这让双方都没有什么负担，态度和3观都很契合，相处的就很舒服嘛。男生也问过 B 姑娘一个同样的问题问她相处多久才能确定关系。
人家的回答是1个月以上就可以啊，如果我们相处的没问题，随时都可以确定关系。所以这位主动的女生直接秒杀了那位慢热的姑娘。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诫一下那些慢热的姑娘们，如果你不是真的慢热，那在这个优秀的男生在被哄抢的时代里，你再那么慢热的话，好的都被别人抢走了，大家的眼睛都不瞎，对吗？妈呀，90年的女生就说自己不想结婚了，急得她妈妈一个劲儿的求我帮帮她女儿。今天一位家长带着女儿来找我，一看这位母亲就很焦虑，她坐下来就一直在跟我说她女儿的情况。90年的，之前也谈过恋爱没成功，后来就来相亲，家里亲戚朋友给介绍了不少，就是没有相成的，要么就是他看不上人家，要么就是人家看不上他。后来呢还勉强的接触了一个，他还是说没啥感觉，也不想再继续接触下去了。哎呀，这不实在没辙了吗？才想着带他来这看看。结果他女儿不太给母亲面子他说了一番话我也是很无语了他说我其实已经不太想考虑结婚这件事情了，过完生日我都34岁了，老家说的话虚岁都35了，目前工作还辞了，我还要重新找工作，我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去找对象谈恋爱。再说了，我这把年龄了我也知道自己找不到什么特别好的，目前最有可能的顶多是自己要个孩子，可是就我现在也算高龄产妇了吧。之前我也想过要嫁人，我做到了会持家，会照顾人，会包容理解和同理心，我也不物质，对他也很好，但是我还是被分手了。我一直在努力的工作就想证明给那个人看看我不比别人差，但是呢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很多，因为我会自我怀疑，我甚至疯狂的打压过我自己，我会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么差劲，为什么就是不能变得很好。而且我经常会在心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为什么无论你多么努力都不一定会被人认可。我做到了那么多，不管你多么会持家，多么贤惠懂事，你都不会有多少价值的会被认定你是个失败的人，是一个没有追求的人。也许我真的很差劲，我知道我也没做错什么，可能他的离开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他不再需要我了吧。现在的这个社会对一个人的价值的评价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你到底能赚多少钱。我现在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我就想做我自己了，我就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自己，我喜欢睡懒觉我就睡懒觉，我不想做饭我就不做饭，我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我现在只想做个心安理得的废物不行吗？没什么不好我跟他妈妈听完了他这番话我们都沉默了。其实我还是有点能理解他的，你们说对吗？我在评论区里边看到一个87年的女人吐槽她相亲的男人们。她说这2个月她相亲相了10几个人，但是她发现现在的男人太抠了，没有什么格局。这10几个男人当中只有1个正儿八经的带她吃了顿饭，其他的呢要么就请她喝奶茶，要么就请她逛公园，要么就呢喝个咖啡，而且相亲完了之后没有一个主动把她送回家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很感慨以前的时候那些男人格局就特别大跟他相亲呢不但带他吃大餐，而且呢还给他带小礼物最后呢还会安安全全把他送回家的。然后下边有一个88年的女生就回复了说我是88的如果男人跟我相亲提出来喝奶茶或者逛公园，我直接就拒绝，我接受不了格局太小的男人，我愿意下半生自己一个人过。我想说你们真的是被男人宠坏了呀。你看看你们20几岁的时候，人家又送礼物又送你回家，还请你吃大餐，然后呢你不是也一句不合适就黄了吗？而相亲这些所有的消费你1分钱也不用承担，那你觉得对男人公平吗？再说了，以前男人请你吃饭了，也送你礼物了，还送你回家了，你不也没同意吗？你现在说这些不请你吃饭的男人格局太小了，那些格局大的你不一样也拒绝了吗？你说这个男人格局小太抠门，是他们单身的原因，可是你也单着呢，那你是因为什么呢？那你如果格局大，为什么你不请男人吃一顿呢？现在结婚率低，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现在适合结婚的女人真的是很少的。你看有一大部分的女人
成天的做梦，想嫁个大老板，找个有钱的人，过上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奶奶生活。那普普通通的男人怎么会被他们放在眼里呢？他们自己真的赚不了几个钱，但是成天事儿特别多心比天还高。最可怕的是那些女人还超级的自信，觉得是男人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难道你以前是公主还是富豪的女儿啊？我自己也是个女人，我都不会替这样的女人说话。他们自己一个月也就挣2-3千，还瞧不上人家一个月挣好几万的人。那么还有一种女人她们自己有自己的事业也非常优秀，物质条件也很丰富，她们就希望找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男人，觉得才对得起自己的优秀嘛，才对得起多年的奋斗嘛。但是她们又多少有点强势，而且年龄还大。优秀的男人只想找青春靓丽，哪里会找这种人老珠黄嘛？而且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现在的有些女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功能了。她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她还不想生孩子养孩子，也不会照顾老人也不会照顾老公。大小姐的脾气还不好，动不动就闹离婚，成天就琢磨一件事儿：老公给我多少零花钱，你给少了就是你没本事，瞧不起你。娶了这样的女人一旦有了孩子，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是娶回来了一个祖宗有的男人真的是生不如死。其实这些女人真的不知道，如果没有了这些男人，她可能连饭都吃不上。那你就说这样的女人现在越来越多，男人找这样的来干啥？难道就是为了娶一个连孩子都不愿意生的女人回来供养着吗？现在的男人不光得会挣钱，你还得会干家务活，你得懂浪漫，会幽默，真的太累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就不想轻易结婚了嘛。你们说我说的对吗？今天一个28岁的女孩跑来跟我哭说后悔了，想跟男生复合。那我就问她咋了嘛？她说跟男生相识半年多了相亲认识的。前不久他们去见了父母，就因为女孩的父母提出了几个条件，男生这边不太同意，不愿意顺着他家里的意思办。女孩就当着他的父母的面跟男生大发脾气，当即就叫男生滚出去。那他呢，从小全家就很宠，他说就是他不宠我，他不照顾我，父母提点要求他都觉得过分。我当时就是很生气。但是这个男生离开之后1个多月都没有再联系过他。那前2天呢，他就开始有点后悔了，跟几个朋友去酒吧玩喝多了，就直接奔男生住的地方去敲门。男生一听是他，就不给他开。这个气急之下女生就开始砸门了，一直闹到了邻居报警，直到警察来了，这事才算完事儿。但是男生表示不会再跟他复合的。所以今天他就跑我这儿来了想让我跟男生谈谈能不能重新在一起。你们说说，这样的女孩男生还会跟他复合吗？我就跟他说假如一个3岁的孩子像你这样子，那我们会说这个小姑娘奶凶奶凶的挺好玩。假如一个17岁的女孩像你这个样子我们也会说这小姑娘有点刁蛮任性，也挺好玩的。但是如果一个27、28岁的成年人了还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只能说姑娘，你现在是在向一个泼妇靠近，已经不好玩了它已经成了你身上的一个标签。28岁的女人如果此刻还呈现出这种状态，那我建议你这一辈子最好是不要结婚，因为只有一个情绪稳定的女人才配走入婚姻，否则你将虐死别人一家子，知道吗？结果想不到他居然跟我说我就是生气，我也没有恶意的，我就是想恶心恶心他。哎呀姑娘你是一个漂漂亮亮的人，那是什么东西才会恶心人呢？你是那个恶心人的东西吗？你把自己存在的意义和美好的青春时光全都花在了恶心别人这件事情上吗？你还说你没有恶意，你把自个儿看成什么了？把宠爱你的父母又看成什么了？不要在这种没事去喝酒假如你酒后根本就控制不好自己言行的话，你就别喝，因为酒精又会把你点炸，那把你原本可控的一面彻底变得不可控了，这个太可怕了。你要好好检讨你自己。这个男孩你就别努力了，放过他和他的家人吧，他的父母是不会接受你这种性格的。你现在已经输了，知道吗？你输的连一点点的余地都没有，你还谈什么复合呢？你们觉得可能吗？